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第一次看到年龄感，34岁谭松韵戴上假发演学生，特效拉满也不嫩了。演员的状态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，不同年龄和状态的演员会适合不同的角色。这几乎是所有演员都必须经历的阶段。如果他们不能及时转型和适应，那么在后期的影视剧市场上将难以立足和发展。很多女演员在记忆中都保持着姣好的面容，似乎多年来未曾改变。然而仔细观察，可以发现岁月的痕迹已在她们身上显露。谭松韵曾经充满灵气地扮演少女角色，如今却不再有当初那种满脸胶原蛋白的容颜。在谭松韵的新剧中，她的表现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讨论。观众们发现，她已经不再适合饰演学生或少女角色，学生造型显得格外不协调，只能依赖滤镜来修饰。而对此，谭松韵本人其实也有所意识。成名之路，你比星光美丽在暑假开播，以亮眼的成绩引发了广泛讨论。其中，关于谭松韵34岁出演学生角色的争议尤为突出，因为观众发现她已不再是他们记忆中那位元气少女。回顾谭松韵的成名历程，少女和灵气等词始终与她紧密相连。从她出道之初，她就一直给观众带来充满活力的感觉。她参演的许多作品中的角色也都带有这样的标签。谭松韵与表演有着深厚的缘分，由于家庭的影响，她从小便接触到演戏。大学期间，她进行了系统的学习，使她的表演技艺愈加娴熟。毕业后，她签约了一家公司，开始出演各种配角。刚出道的新人往往都会经历许多波折和挑战。幸运的是，谭松韵把握住了降临在她身上的机会。从《甄嬛传》的选角开始，她顺利赢得了纯儿这个角色。纯贵人这个角色本身就极具特色，再加上谭松韵灵动出色的演技，成功让纯贵人一脚走红，深深印在观众心中，并由此开启了她的成名之路。谭松韵始终坚信，她的成名离不开上天的眷顾。出演《甄嬛传》之后，她的选择变得丰富多样，最终接到了一个最适合她的角色。这个角色也使她的知名度进一步提升。电视剧《最好的我们》凭借小说 IP 的强大影响力，在网络上广受欢迎。在电视剧的筹备过程中，角色的选角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剧中的主角耿耿是一个活泼的16、17岁高中生，而饰演她的谭松韵则已是26岁的成熟女演员。在这些讨论的热潮中，谭松韵的表现显得尤为关键，稍有疏忽便可能引起观众的不满。然而，也正是这些争议点让这部电视剧备受关注，因此只有在剧中表现出色，她才能赢得更多人的认可。虽然谭松韵扮演学生年纪较大，但她的表演毫无违和感。她饱满的胶原蛋白、娃娃脸和甜美的笑容，完美还原了原著中的女主角，让观众感到非常惊喜，纷纷称赞角色仿佛活了起来。谭松韵发现她与耿耿有相似之处，这一点对她的表演有所帮助，但也带来了挑战。如何将这种共通之处展现出来？她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。幸运的是，谭松韵的表演取得了成功，这让她感到非常高兴。然而，她没有预料到之后她的角色几乎都被限定在学生和少女的范围内。这时她才意识到，自己的表演虽然取得了成功，但同时也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失败。由于外形条件的限制，谭松韵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几乎演尽了所有的学生角色，其他作品也基本都是同一种类型，这让她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突破。转型之路，谭松韵早已考虑过不再扮演少女和学生的角色。
尽管她一直以来都以吃货少女的形象示人，外表也颇为可爱，但她明白总有一天婴儿肥会消失，这对她而言并不是难以接受的事情。为了扩展自己的戏路，谭松韵进行了许多尝试，锦衣之下便是她的一次转型。这部戏让她摆脱了青春校园剧的限制，角色的身份也与以往截然不同，不再延续偶像剧的风格。谭松韵作为一名来自专业表演院校的演员，渴望尝试各种类型和身份各异的角色。她不愿局限于偶像剧，也不满足于仅仅扮演学生角色。她希望挑战正剧，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，这正是她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。虽然谭松韵目前接到的剧本大多与校园题材相关，但她并不会盲目接演这些角色。对她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自己对角色的感觉，她希望能够将角色诠释得更加立体。有时她依然扮演学生角色，可能是因为客观条件所迫，也可能是出于事业的考虑。尽管如此，谭松韵并未对此抱有消极的态度，她认为自己为此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值得。谭松韵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，无论是活泼单纯的纯贵人，青春洋溢的耿耿，还是古灵精怪的李尖尖，她不仅是观众记忆中陪伴成长的朋友，更是一位不断努力自我突破的演员。在新剧中，谭松韵虽然有学生时代的回忆片段，但剧情的核心仍然聚焦于职场。相信她能够呈现更多精彩的演技，并在未来塑造更多具有突破性的角色。2. 谭松韵你比星光美丽热播生活化演技引观众共情。7月2日，由谭松韵、徐凯、何瑞贤、高涵领衔主演的电视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在湖南卫视、腾讯视频、芒果 TV 正式开播。开播后热度飙升，收视率与讨论度全面开花。该剧讲述了野草创业者纪星谭松韵是不甘于压抑内卷的职场生活，为了梦想辞职走上艰苦创业之路，依靠独到的见解赢得了投资人的支持，建立星辰科技，成功完成创业，也寻找到了人生新篇章的故事。剧中纪星出场便高光不断，谭松韵极具生活感，自然又松弛的演技令不少观众共情。纪星被领导压榨，被同事性骚扰等剧情深深牵动观众的心。不少观众表示，谭松韵统一了家中3代人的审美，获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可。根据酷云数据显示，你比星光美丽开播便拿下了收视率的开门红，第一天收视率最高达 0.58%， 开播第3天直接破 0.75%。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数据显示，本剧前6集也达到了 0.474。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中纪星的角色贡献值最大达 43%。谭松韵自带强大的观众底盘和受众，开播便将湖南卫视的收视底盘整体拉高。谭松韵一向被观众视为收视率的保障，由她主演的《以家人之名》曾是湖南卫视收视率历史冠军，《归路》则是拿下了湖南卫视收视率的年度冠军。正是因为谭松韵身上自带强大的剧粉底盘，湖南卫视不仅买下了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的分销权，更是在开播时为她营造了强大的回归牌面。官方微博接连发布2条谭松韵的作品混剪，带头考古。谭松韵回归便拿下如此好的成绩，与湖南卫视成功完成了双向奔赴，因此也被网友称为芒果收视福星。极具共情力的演技与强大观众盘，谭松韵不断塑造一位位经典形象，将角色魅力传递观众。谭松韵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的演技展现出了显著的突破，她饰演的纪星这一角色，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了角色在职场中的挣扎与拼搏，还细腻地诠释了角色在情感世界中的起伏与坚持。谭松韵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，将纪星面对领导压榨时的无奈，遭受同事性骚扰时的愤怒与恐惧，
以及毅然决定创业时的坚定与勇敢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例如，在处理纪星被同事剽窃创意的情节中，谭松韵通过细微的眼神变化和表情控制，展现出了纪星内心的不甘和委屈，同时又有着想要反击的决心。他在剧中的哭戏也极具感染力，那种强忍泪水却又忍不住决堤的情感爆发，让观众能够深切感受到纪星的痛苦与坚强。这种对角色复杂情感的精准把握，是谭松韵演技突破的重要体现。你比星光美丽的剧情充满了诸多亮点。该剧以纪星的创业历程为主线，展现了职场的残酷与机遇。剧情中，纪星的创意被同事剽窃，遭遇职场性骚扰等情节，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职场中的问题，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。同时，纪星与韩婷之间从商业伙伴到灵魂伴侣的情感发展，既有暧昧拉扯的甜蜜，也有相互扶持的坚定，为剧情增添了浪漫色彩。此外，剧中对于职场女性婚姻观、事业观等议题的探讨，展现了现代女性在追求梦想道路上的思考与抉择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比如，纪星在面对创业的重重困难和与男友分手的痛苦时，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，这种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令人动容。在谭松韵的其他作品中，也能看到相似的出色演技表现。例如在《以家人之名》中，她饰演的李尖尖同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李尖尖这个角色性格古灵精怪，谭松韵通过灵动的眼神和自然的动作，将李尖尖的活泼可爱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面对家庭中的种种问题时，她又能表现出坚强和懂事的一面。在《锦衣之下》中，谭松韵饰演的袁今夏同样充满魅力。她将袁今夏的机智勇敢和善良纯真演绎得十分到位，无论是在查案过程中的聪明机敏，还是在感情中的羞涩与坚定，都让观众为之倾心。这些角色虽然背景和性格各异，但谭松韵都能凭借出色的演技，将他们塑造得栩栩如生。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，角色塑造丰富而立体。谭松韵饰演的纪星是一个充满梦想和勇气的创业者，她从一个被职场打压的普通员工，逐渐成长为坚强独立的创业女性。纪星的性格坚韧不拔，面对困难从不退缩，同时又有着善良和真诚的一面。徐凯饰演的韩婷，作为东洋科技的总裁，既有腹黑精明的一面，也有对纪星深情款款的温柔。剧中的其他角色如丽丽、涂小萌等，也都各具特点。丽丽的特立独行和专业酷飒，涂小萌的活泼爱闹，都为剧情增添了丰富的色彩。这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发展，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生动有趣，展现了现代都市中不同人物的生活状态和情感追求。谭松韵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的精彩表现，以及该剧丰富的剧情和出色的角色塑造，共同促成了该剧的热播，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。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呢？